在 Obsidian 裡面，我們經常會使用全文檢索的搜尋方法，在眾多的筆記裡面來搜尋需要找到的資料。在今天的影片裡面，我會介紹5種外掛，這5種外掛都能夠達到更加進階的全文檢索的功能，同時它也能夠複製查詢出來的結果，讓我們能夠再拿這一些查詢後的結果，再來做第二手的利用。首先，我會先介紹 Query Control， 再介紹 Better Search View， 再來介紹 Float Search， 再介紹 Text Expand， 最後再介紹 File Cooker。希望透過這5種外掛，讓大家對於 Obsidian 的全文檢索能夠達到更好的執行效果。第一個外掛叫做 Query Control， 這個外掛並沒有在社群外掛上面上架，因此你必須使用手動或者是用 Brett 的方法來安裝它。Query Control 在 Obsidian 1.2 版，大概就是2023年3月底的時候，沒有辦法支援更新的版本，造成它的功能異常。最終在8月28號，它重新復活。它主要是提供了嵌入搜尋結果在筆記裡面的一個方法，不必再透過側邊欄的查詢來搜尋查詢的資料，而是在某個筆記裡面直接嵌入查詢的字串，同時設定好選項，這樣子就能夠對這一個查詢結果做更好的一些控制。以下我們來看一下範例。Query Control 也是使用程式碼區塊的方法來達成它的功能的，因此必須在筆記裡面輸入好一段程式碼區塊，它的程式碼的語言叫做 Query， 其實是跟 Obsidian 提供的查詢語言是相同的。這個程式碼區塊寫好以後，它的第一行就是要查詢的搜尋字串，這個字串的格式呢，其實就是核心外掛提供的這些格式，因此只要按照核心外掛提供的這些功能來輸入第一行指令就可以了。輸入好以後，就可以在程式碼區塊的外面點擊一下，它就會立即執行了。它首先會把查詢的內容顯示出來，接着它會顯示幾個功能按鈕，透過這個功能按鈕就可以直接對搜尋後的結果直接做操作。它不像這個標準的搜尋，比如說我在這邊我要搜尋井號3C，它尋出來的結果會列在這邊，但是你要對這個選項做控制的話，必須點擊 Search Settings， 在這一邊才能做勾選的設定。Query Control 是直接就把按鈕就全部顯示出來了，可以直接把它整個展開，或者是收縮，或者是你要顯示更多的內容，或是只要一行的內容，都可以在選項裡面控制。還有排序的方法，是不是要把標題給隱藏起來？像這樣子就是把剛剛查詢的標題隱藏起來了，等等這些控制都可以透過它來操作。它也可以直接把查詢的結果把它變成 Markdown 的格式來展示，比如說現在就是 Markdown 格式的展示。如果我們把 Markdown 渲染的選項給關閉，它就是一般的文字，在這邊可以增加內容來查看。當然它也提供了把搜尋結果儲存起來的功能，只要點擊了這個 Copy Results， 它就會把這個內容讓你可以直接拷貝。這個其實是跟標準搜尋裡面的 Save 是一樣的。那在查出來的結果的點點點裡面的點擊一下，它這邊一樣有一個 Copy Search Results， 兩個彈出來的視窗其實是同一個。那 Query Control 方便的地方是，它可以把需要搜尋的內容嵌入某一個筆記裡面，這樣子對於你在常用筆記的搜尋是可以達到比較方便的一個操作的結果。第二個要介紹的外掛叫做 Better Search View， 它能夠把搜尋以後的結果用更加美觀的方法來呈現，比如說它可以做階級化的呈現，能夠把標題也給標示出來等等這些操作，只要安裝並且設定好這一個外掛以後，它就能夠提供比較美觀的展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來測試看看。第三個外掛叫做 Floating Search， 或者是叫做 Float Search， 能夠把在側邊欄執行的搜尋的視窗能夠變成更大的分頁，或者是在螢幕中央的一個對話窗，能夠讓我們更加方便來對它做操作。假設在側邊欄搜尋出來的內容比較多的話，也許會需要把這一個側邊欄的寬度給放大，但是透過它就會在側邊欄的功能按鈕裡面又多了一個新的搜尋的按鈕，點擊以後，搜尋的視窗會顯示在螢幕的正中央。這是第一種搜尋的方法。第二個方法是直接用命令，直接按了 Ctrl+P 進入命令面板以後，輸入 Float 就可以找到 Search in Current File， 或者是 Open Search View Window， 或者是 Search Obsidian Globally， 有這幾個選項是可以來使用的。我們使用這個 Open Search View， 在一個分頁裡面直接來搜尋。這個功能其實跟側邊欄的功能是一樣的，這個功能是可以在一個畫面裡面呈現更多搜尋的結果，只是很可惜它會把使用中的筆記覆蓋掉，這是它的一個小小的缺點。如果大家覺得要在更大的畫面裡面來呈現搜尋結果的話，透過 Floating Search 就可以達到更加美觀、更加容易操作的畫面了。
接着介紹的是第4個外掛 TextExpand， 它有稍微比較複雜一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簡化版的 DataView， 但是它不是讓你下 DataView 查詢語言，而是直接使用全文檢索的搜尋，也就是在 TextExpand 的第一行，其實就是跟這個搜尋一樣，它是使用搜尋對話窗，直接使用核心外掛搜尋的關鍵字的語法來做查詢的，但是它額外又提供了 ETA 模板引擎，可以將搜尋以後的結果依照 ETA 模板格式來做呈現。我覺得它比較需要注意的一個功能是，必須在設定裡面把它的 delay 的秒數加長，因為它的操作的方法是在直接做搜尋的時候，它是直接把命令送給核心搜尋功能，在核心的功能搜尋完以後，它再把搜尋以後的結果取回來放在你的筆記裡面。因此，如果你的搜尋結果要花的時間比較長，超過了設定的delay秒數的時候，那後面出現的搜尋的結果呢，是不會被加入到你的筆記裡面的。那這是這個外掛比較需要大家注意一點的地方。如果你發現查詢出來的結果比在左邊出現的結果還少的時候，就必須加大delay的秒數了。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範例，這個範例1，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程式碼區塊，它一樣必須使用程式碼區塊的方法來撰寫，但是程式碼區塊的語言叫做 Expander， 在 Expander 裡面輸入核心查詢外掛的關鍵語法，然後在外部點擊一下，它就會跑出 Run Expand Query 的指令，這個也可以直接用 Ctrl+P 的命令來執行，它有一個執行的命令可以來執行，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執行了搜尋。先把 Floating Search 關閉，再進到這邊把內容整個清掉，然後再進入它做一次查詢，點擊一下，它在左邊就開始做查詢了。查詢完以後呢，它就會把內容給抓回來在筆記裡面，這個就是產生出來的結果。這個格式是在設定裡面去做設定，來看一下設定，進入社群外掛，然後找到 TextExpand。進入設定，在這個地方，這個是整個查詢的結果，最後要出現什麼文字，可以自己在這邊做設定。我是把它設定成 HTML 隱藏的標籤。接着在 Default Template 的這邊，就是你們要指定自定的樣板格式的時候，它使用的預設格式。它有一些參數是用反斜線 $sign 開頭的，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反斜線 $sign count， 就是在下面這個 sequence 這邊，這一些變數呢都可以使用在這個 template 裡面。這個$sign link 就是鏈接，那後面這個呢就是建檔日期，讓它用日期的格式來呈現。這樣子，你只要做了 default template 的設定以後，查詢出來的預設的樣式就會是這個樣子，會有一個 counter， 然後後面是 link， 然後最後面是 create 的 date。這個就是第一個範例。第二個範例來修改一下它的輸出的格式哦，在這一個程式碼區塊裡面，首先第一行一樣是查詢的條件，後面這3個倒引號開頭是要出現的標題。為什麼會多一個空行在這邊？是為了避免出現了這個 Markdown 的表格跟查詢的這個結果連在一起，反而造成它沒有做 Markdown 表格的渲染，因此我們把它給隔開了。後面這個沒有倒引號開頭的這一行哦，就是查詢出來的結果的每一行都要使用的樣式。首先會是檔名$sign file name 就是檔名$sign link 就是鏈接，後面的這個$sign from method text 呢就是標籤。只要做了這個設定以後，直接執行這個 Run Expand Query 之後，它就會立刻做搜尋，最後再把搜尋的結果呢嵌入到筆記裡面，呈現出來的呢就是這個 Markdown 的表格。這個呢就是使用 TextExpand 能夠達成的功能。最後要介紹的是 File Cooker 外掛，它其實跟搜尋比較沒有關係，它是把 DataView 的結果複製到系統剪貼簿的功能。首先要把游標停留在 DataView 的程式碼區塊裡面，並且把 DataView 的語法整個標示起來，接着再按下 Ctrl+P 去執行 Copy DataView Result Links 命令。有了這個命令以後，它就會把 DataView 的結果呢複製到系統剪貼簿，接着再用 Ctrl+V 把系統剪貼簿的內容貼到筆記裡面。我們來看一下操作的案例。這邊是一個 DataView 的查詢表格，先進入它裡面，這個時候它已經把整個 DataView 的語法都標示起來了。這個時候我們下 Ctrl+P， 再選擇 Cooker， 再找到需要執行的命令，使用 Cooker 跟 DataView 查詢到了，這個就是 Copy DataView Result Links， 點擊一下，它就會把這個內容呈現出來，勾選，然後接着點擊 Confirm。它有2種格式，勾選跟不勾選會是不同的格式，各位可以自行測試一下。然後接着我按 Ctrl+V 把內容貼進來，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產生出來的用 DataView 查詢以後的結果。
以上就是5個跟全文檢索的搜尋或者是 DataView 的搜尋結果相關的幾個外掛，希望對大家在做全文檢索的搜尋以及 DataView 複製結果的功能上能夠有一些幫助。如果各位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知識對於你在操作上有幫助的話，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